Hello， 我是燕仔啊。上一期我们完结了同人游戏发展史，而就在上个月，我受邀请提前参加一款叫《双子战记》的内测试玩。看这款游戏的封面，我以为是一款 RPG 类型的游戏，令我想不到的是，居然是一款传统战棋游戏。战棋游戏一直都是一个两极化非常严重的游戏类型。战棋游戏一般正式名称为 SRPG， 因为作战需要移动四方形或者六边形格子，有点类似于国际象棋和日本的将棋，游戏统称为战棋。首先呢，当然要说到火焰文章系列，火焰文章可以说是 SRPG 的始祖，是火焰之文章、暗黑龙与光明剑这部作品奠定了 SRPG 系列的基石。不过这款游戏在上市之初并不受好评，最后是因为玩家的口口相传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。而隔壁出自世嘉之手的梦幻模拟战系列则是另一支战棋游戏的代表。作为一款战棋游戏，只要熟悉游戏中的兵种克制、地形克制等一系列信息，才有机会战胜对手。而这种兵种克制也是为战棋后辈提供了基石。直到后来出现的好几个名作也一直延续至今，号称游戏时间最长的大战略，如果是从第一关开始完成每次战略，那么到通关时所用时间将会高达数百小时。不过不管是前面提到的梦战与火纹系列，还是幻世录、水浒传 MD， 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战棋类作品。不过战棋游戏终究离不开慢热、耗时长、硬核等多重重度标签。在这个快餐式游戏时代，独立 RPG 游戏已经是很小众的一个群体了，更何况是战棋的独立游戏。就拿我开头的双子战记来讲，制作这款游戏的独立工作室从2017年起已经制作了10多款游戏，大部分都是以战棋游戏为主题，每一款游戏都有自己的独立背景故事。讲真的，说到这里有点感动，独立游戏工作室真的很不容易，只靠团队的想法、团队的满劲来制作游戏真的很辛苦，基本上都是在用爱发电。也许很多人只会看到一个人光鲜艳丽的外表，却从未想过别人努力走过来的过程。有多少游戏制作商会尝试传统的战棋游戏？就算是大火的 SD 感达在 Steam 上的商店页面，都没有一张关于游戏的截图，因为他们也知道不能靠玩法吸引新玩家。但是这个独立工作室却敢于制作传统的战棋游戏，不为了什么，只为了自己对战棋游戏的那份热爱。历经了30年，战棋游戏经历了它的出生、崛起、巅峰，到如今的平淡。或许在未来，战棋游戏依然只是少数人的狂欢，但小众并不能掩盖它的魅力。从主机到手机，战棋游戏也在不断地适应着这个时代。或许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，关于游戏的一切都在变化，但这个经典的品类，这些经典的作品一定会源远流长，并随着时代不断进化，会成为玩家心中不可代替的一部分。好了，我是燕仔，那么战棋游戏就先聊那么多，下一期聊什么你们来决定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愛に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